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欢迎收看《Co-Living 同居时代》。我就说吧，哇塞，一开始真的是 surprise。我跟你讲，报应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两个终于要跟我们一起面对了，今天真的是大有什么关系？对，我们今天就是来接受，对不对？接受惩罚的啊。没有，我们有要惩罚吗？有这一段吗？怎么一开始好像没讲到呢？没有。那今天真的是一个 surprise， 除了说我们原本讲的第一季原本只有8集，但是今天有了第9集。没错，我可以想象那种他们在现场的那种压力。对，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讲都可以嘛，对不对？一在的时候就会稍微有所表达，对不对？哈。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在录影的时候，然后录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我到底要不要讲啊？身为主持人，我又应该讲，可是讲完之后，我下个礼拜又要面对他们，然后两个都很犹豫。对。但我其实就来之前，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好，今天晚上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了不起就下跪嘛，对不对？了不起就下跪道歉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了不起就是这样。互相讨论嘛。其实你们今天也可以把对我们的不爽说出来啊。就我觉得你几个好贱之类的，这种都可以讲，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不？顶多给他出去了，打到卖脸龙嘛。因为如果说我们还有继续的嘛，对不对？就以后到时候就大家都一直累积到最后，哎。我觉得我们麦卡贝可以办一个什么出国旅游，有没有？对不对？然后出国我们可以去做直播、做节目，出国旅游的节目。不要这样，你看，我们那么多观众都觉得我们是 C 的，他都不知道我们连 C 的脚本都买不起。对，哎，我们哪有 C？ 真的没有 C， 好不容易真的可以面对面稍微质问一下，我有一点迫不及待呀。交给你了。好的，这集我这集来混的，真的回，然后我们把它别看暗嘞。这天来看马英到底是在冲啥？嗯。你的好，你的坏，藏在我心中。或许你慢慢的了解到爱在心头难开，听你爱听的歌曲的品味，和你眼神交汇是暧昧，笑容甜美是必备。公车上，人群中遇见你，公车上，陶醉你迷人笑情，公车上，我们沉默不语，公车上，怦然心动的记忆为你，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明天谁煮饭？明天你好，真的吗？明天让你种一颗善种子。可是他已经说他要订披萨哎，你要买牛排来煎。对啊，又不是一人一块，一人一块，一人一口。你先拿看多少钱啦。好好好。一摊开来没有钱，你吃什么？多少？这个有这么好？哇，2000！你当初今天说你一个晚上吃多少钱？我是说一天吃300块啊。你有2050，我靠，好多。我全家最有钱，一个人370，你可以不要煮。哎，那我们不想吃和牛。对啊，你有买的吗？什么意思啊你？你有买的？我只是不会煮饭，那我会煮菜。求求你不要，煮饭跟煮菜是不一样的。而且明天跟煮饭是不一样的。求求你不要，求求你不要。不要闹，不要闹，什么意思啊？很伤人，你知道吗？这样我很受伤哎。不经意又想起你，钟情于你的魔力。就你真的买披萨哦？对啊，就买披萨。跟水果。需要帮忙吗？啊，没关系，我切水果而已，还好。好吃吗？但你要先洗一下哦。好的。啊，小心头，我的头。你要什么？拿个卫生纸一下，擦干一下好了。在这里啊。哪里啊？
记得你的香味，记得你的香味。自己的啤酒喝完丢，是这样，对，啤酒。好，你平常有在切水果吗？有啊，你确定？就我平常蛮常吃水果的，我的切的很差。不会啊，没有，只问一下。蛮常吃跟蛮常切好像不太一样。有，我蛮常切的。Do you need some help？这个我来喽，啊，切到我来喽。切到手，切到手了，什么意思？没有这个切哦，切断，切不要啦，很棒啊，我觉得切的很好，超棒因为你，平常都挖的，很棒很棒，很棒。奇果别人都挖的。你少在那边把你那个披萨预算其他拿来买水果，还买这么贵的草莓。耶！可是我没有，我想真的蛮说好吃，草莓感觉比较多人会想吃啊真。的蛮好吃。女生喜欢吃手，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个？好了，我们也是很久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欢迎回来，耶！他原本是说要做牛排，披萨更好，更好，可它都是蔬菜披萨，什么意思？都是蔬食的披萨，屁嘞！真的啊。你问他，洪立成，你都买蔬菜的披萨没有啊，4种的口味。你很无聊哎，有点，你很无聊，是你觉得今天太无聊了是不是？你超没有，我无聊。刚到家。这才是我才是数星星之类的。打开1、2、3。哇，我真的好聪明哦。因为是常常在吃垃圾食物。真的，乐色王。他那个皮怎么看有那么厉害？哦，有加执行。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怎么回事？很兴奋，我真的发现一些开心。为什么？是没吃过披萨吗？我有吃过，可是我真的很想笑。到底为什么要筷子？你不要就不要啊。对啊，也哪有人吃垃圾食物再用筷子的？哎，所以不等 Laura 的，哦，不用了啦。哦，真的吗？你确定哦？确定啊，姐姐应该吃不多吧？很急。他应该不吃披萨吧？应该就这样讲。姐姐不吃披萨，姐姐只吃手做的意大利人弄的，意大利师傅我。先用手机把这段录，还有意大利手毛，然后这样意大利手毛，还有汗水。对对对，意大利问一下姐姐的。那个味道。喂，姐，你在哪里？我们可以开始吃了吗？你还在东区那边啊？那耶！那我可以先吃吗？等你好，赶快回来哦，拜拜。啊。啊，是龙虾的。哦，这种虾，那明太子是哪一个？拿错，我应该拿龙两虾。跟龙。然后现在行天宫被日本人搭上，为什么被日本人搭上？因为那行天宫很多日本观光客。问你怎么走，怎么走的？没有，他们是一群就是那种男大生，然后就一直对我指指点点，然后卡哇伊，我这边日本的。然后，日本人的菜。东北啊，小妖精。然后呢？搭讪之后呢？没有怎么样，那时候心事重重，我想赶快去拜拜，然后没有那个，因为我不谈远距离恋爱了，我拒绝这谈远距离恋爱，多远叫远距离啊？要搭飞机，所以在台湾可以，去高雄。肯定，可是垦丁应该很难有我的菜，很难讲因。为太阳光了，太阳光不好。我不喜欢太阳光的人，还好像肯定人变少了，留下来应该就比较阴沉。不行，就你要跟基隆人在一起。我跟戏子人在一起就好啊，你有事吗？我们那回就常下雨。不然你跟姐姐昨天去喝酒好玩吗？整体来说是还不错的，还不错。结束了。你讲话可以再无聊一点，没有关哦，系。算了。这个吗？这个后来煮什么？快来看，你没煮啊？
你不是说你要煮？你很期待。对啊，你是不是期待牛排？对啊，我的和牛呢？不是说那你想看2块6。笑话的心态，我就不想吃。没有，我要看一下。我是真心想吃是在想和牛。吃，是吗？结果我一个人看到这披萨很开心。是你打击我的信心。结果我哪是我打击你的信心？全部人都打击你的信心。屁呀！你今天要不要把我们在全家前面等那么久的事情讲一下？哦，你说买那个蓝方园奶茶，讲心得还是什么？对，我们大家陪你等了那么久，你也没有把这一段话讲出来。哦，因为那个什么，听思雨说她很想喝那个奶茶，从上礼拜吧，然后就想说，就找一天就是买给她这样子，就当做一个惊喜这样子啊。然后今天等了蛮久了，本来想说应该最后会等到，结果还是没有，对吧？然后就想算了，就放弃了。那今天晚餐你觉得怎么样？今天晚餐哦，我的和牛呢？我不是说要吃和牛，说好要煎牛排的。真的哈？对啊，那这样子你自己煎牛排吧。我自己煎。但是我答应他们，我要那个，我这钱没有办法煎牛排。我们要讲好，就算是可以哦就算是你做，你不能自己贴钱进去哦。我们就是要在这预算里面哦，不可以自己贴钱进去哦，不行。你怎么知道？要照游戏规矩。好啦，对。没有，我答应他们我要煮意大利面呢。这个500块可以贴明天70，这样可以吗？哦，可以，那我就把它收下来。太好了。对，那个赌约的钱，默默的收下来，默默的收下来。对。感谢皇上，感谢皇上。对，跟钱很赌输了就直接真的从皮包拿出钱。我昨天本来想要赌1000块，还好你没赌，你真是太信任我了，怎么会对我这种信任呢？等一下跟 Laura 约喝酒，是你约的还是他约的？我好像应该要讲我约的，对不对？实话的话，应该算是他建议的啦。他建议，然后我约他这样。对啊，但是我其实有点担心，我不知道跟他聊什么，就是你知道硬要拖去聊，我就有点担心啊。所以我就是有一点讲说今天蛮累的，是不是就算？而且他也忘记了啊。那但是我也好死不死，我就在群组里面提醒说，我们今天是要去喝酒嘛。结果就变成说好像真的要去，就是只能硬着头皮去嘛。今天也是没有，这几天工作也比较累啊，就是还要这样子，我等下还要就是喝完酒之后还要想话题，还要硬撑个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然后搞得大家都很累，然后明天又要睡很晚。原本想说明天可以早起，大概10点11点起来悠闲吃个 brunch 或什么的，然后去个运动，然后就进个店。现在要搞成这样子，可能要半夜回家，然后也可以啦，就是。会半夜回家，不小心讲太长了。你想吃？他们不见了。在外面 interview 啊？哦，是换他哦。他们可能等一下要去酒吧，对啊。怎么解这种表情？你不想去是？没有，不想去。外面很冷啊，就换一个衣服。你们应该也是挺多话聊的吧？我觉得好像可以聊一下。感他那个态度让我不想跟他聊，感觉好像不想跟我聊一样。你不想跟我聊，我不想跟你聊。不要去也是可以的。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有很多话聊，但是我很怕喝着开始给我算命，这样我真的很担心，就我可能会阻止他。我们先赌，我们赌100块，你说会不会讲到？我觉得他会。好，那我就赌不会。你真的赌？千万不能。你直觉性觉得会吗？不会。你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好，那赌1000块。啊，也很多哎。我就是刻板印象觉得他会。你觉得会吗？我觉得不会。你觉得不会？好吗？那我们赌500。好啊，500啊，来啊，来赌啊！我们先讲好，你不会引导到算命那些事情。怎样算引导？这样很广。万一我说我觉得我人生有点困惑，你觉得呢？这样算引导吗？这样不算啊。不一样，不能这样。我们就是要自然而然。他如果讲要算命，那就算我输。我几岁会结婚啊？你觉得？你不要。不行，这样子。不行，你没有那么在意那个，你少屁我。或者说我的店明年生意会好吗？不要。也不要吗？那我什么问题我不能问？这更没话讲啊！你问了500块，然后把我骗去那边聊，也不能讲，什么都不能。我不会让他针对我的未来的那种虚无缥缈、没有根据的这种事情给我一个答案。我不会问他这种问题。好。然后如果他自主性的发出，就算是我输。Jessie 说叫我不要只跟你聊天了。为什么？然后拆散我们2个。真的假的？你心碎了吗？大魔啊，拆散我们2个。你心碎了吗？我刚才说有人帮他取绰号，但不是我。等一下，那你心碎了吗？啊？你心碎了吗？也还好吧。你确定？你没有心碎吗？
我心本来就碎了。为什么呢？我在乱讲，我去采买，我要换衣服。新 style。确定不跟我去吗？我今天那么帅。啊，我就说不让把我们拆散了。可以跟确定说啊，我要去。现在在撩我吗？现在在撩我吗？对啊，就是有的撩直居，为什么有撩直居撩是不是？末代撩。分居。阅读空气时候我阅读空气，时候把自己扛起来，然后不存在。末代分居空折直。好啦，大家真的快分居了。对啊。大家真的快分居。还是你搬来跟我住啊，我们就可以继续。你真的是够了。他也解放了。可你跟那个陈太久一回来就整个扛掉。就是最后几天开始那个暴走了。对。要不要住啊？要不要？对，不然你搬来。要不要来我家玩猫咪啊？可是我养过，我养过很多猫会吵架。就是你的顺序是什么？那当两个人顺序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你知道想要做的事情顺序不一样，想要完成的事情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想要结婚的人吧。只是像现阶段的话，就是也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会让我想要结婚。对，也许真的哪一天碰到一个突然想跟他结婚，那也说不定嘛。被雷打到的。对，但是也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东西好像也很看状况，好像也不能铁口直断。对了，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看状况，说不定红鸾星就入年命宫了，明年。什么东西？红鸾星啊，你知道如果红鸾星入年命宫，就是你今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神？没有，你继续讲，我很喜欢这一段。你在帮我算命吗？对啊，因为很难讲啊，你知道红鸾星入命宫的时候，靠背哦。我好开心，我现在非常开心。为啥？没有，我现在很开心，你在帮我算命。你知道算命本给我看，我帮他们都看过了。我很开心，我非常开心。喝酒啦！喝酒，喝完干杯！你看我真的是一杯酒快喝完，我很少就喝这么快。喝这么快还好吧？我喝很慢的。我喝超快。这到底？算命。你算命吗？有啊。你有报啊？还没算啊。还没算哦。有啊。你看，有，你输了。有，请看 VC 啊。难看。请看 VC 啊。我只是不小心提到一个红鸾命宫而已。你为什么每一件事情都要算命呢？我就聊3句。明天要多少钱？开心。晚餐是什么？开心。块。开心。打下去500块。那收好的500拿去。啊，不用啦，没关系，真的不用啦。500块，等下上镜头500块。要有图为证。对，要有图为证。 OK。对，500块。真的有给，好，那希望不会等下卡了之后就拿回去。你 take it。好，那我放这边了，啊，等下起来之后我可能忘记拿走，然后再帮我收拾一下。对。人在 interview 的时候就想说，哦，真的觉得好像没什么话聊，然后真的去那边也真的是没什么话聊的时候，然后人家那个手都伸出来，然后你也是，我哪知道他手伸出来？然后就是，我哪知道啊？哎，你看我离开战场9年了，你这样一直要我怎么，我哪知道他手伸出来啊？他一直对于昨天那个手要不要签那件事情很介意。没有啦，我跟你讲，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很明显，我只是想说，因为有时候会过去打一下或干嘛的，就想说，哎，没有，他没有给我任何肢体上的 feedback。而且就算我发现了，我也不会去摸上去，我也不会去摸啊，总会觉得我会去碰人家手。没有，我这是他跟我说的。这情况就变成说，我摸或不摸都有问题了。就是我摸了感觉很奇怪，就是我为什么要摸人家手，然后我不摸了好像我又有问题，就是我又好像我少做了什么，还是说我不懂人家的，我不够贴心还是什么的，那都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人。那我们叫罗拉过来。你先不要来，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关心过我的想法，从头到尾没有问过我的，没有在意我的想法。哎，反正不要一起聊。不是啊，那聊天他刚开始还跟人家讲说什么敬酒的时候要。就看人家眼睛，他眼睛睁那么大，我真是看了我觉得压力很大。他每次都这样，谁喝得下去？到底谁喝得下去？我就觉得，你不要再看我。那像昨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眼睛不要睁那么大，你往下看。然后，所以当他往下看的时候，他眼睛就柔和了很多，就是会感觉比较舒服。我不知道，可能我个性我比较不习惯，就是人家太灼热的眼神，就这样，谁要跟你喝酒？谁喝得下去？
沉稳，但是有点黑色色彩，比较合的身材就会这样。装的很厉害，因为他真的很素，拉链也某个地方这样，所以可以这样穿上去，我也可以帮你拉。好，你不要让别人 cue 自己好不好？我觉得千万不要啊！你戴一个小坠子呢？哦，好适合你哦。Oh my god！ 太棒了！我就跟你说我要看到肚脐啊。你觉得哪个比较好？我们今天倒数第2天，没有真实感，完全没有真实感。怎么会倒数第2天呢？我还可以记得我们那个第1天来这边，对，买那个对，终于吃早餐。我那时候后来再走过来想说，哎，这么近的远，真的怎么那时候走这么久啊？你还记得这个走在这个超市里面的那种感觉？那个已经是另外一个，那个感觉就是已经是。你知道另外一个我了，另外一个大家了，已经是上一辈子的事情那种感觉。对啊，你知道佛家是这样说的，过去的你已经不是今日的你了，你永远不会活同一个你。我现在就是这个感觉。然后我不知道我没有真实感。如果老师问我现在，我觉得好像大家还要再继续就是这个旅程，好像我可能要到晚上才会有真的那种，要搬出去，可能要可以开始收东西的时候，才会有那种要搬出去的感觉。我真的很感谢我的朋友丢了那个链接给我。有时候你有时候开始一件事情啊，好像你在开始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在等待的你，在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做，你永远不去做的话，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就是 what will you get， you know？ 那我想问说，就是我觉得就进来这段期间啊，一定有跟我们原本在聊的，就是对，我们之间在餐桌前聊到的，就是比如说，未来啊，或是计划或想象，你不觉得就这一趟相处完之后，你有一些更不一样的想法加进来你的脑袋吗？有，我真的是，我觉得，你真的点出了一个，我觉得我可能好像有点懵懵懂懂的，有点觉得知道了，但是好像还没有那么了解。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一趟旅程中看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我的偶包太重这件事，我对于期待这2件事或 expectation 这件事情的放大程度，我已经把它融在我的身体里，我即使自己不觉得，但是这个期待会变成说，当你踏下土地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正面的去面对自己给自己的期待跟别人给你的期待之间的一个落差，或者是说你要很正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我很坦然接受，也许我就是会对自己是有很高期待的人，或者说别人。不一定别人对我有什么期待也不管，但是我现在很想要就是脚踏在地上，然后去跑一跑的那种感觉，就是跑起来，走起来不一定要跑啦，就走起来，至少走起来，至少先走出去，然后至少想到什么不要做太多的计划，因为我觉得我做很多的计划，常常想很多，是一个想很多的人，那做的相对就会少一点。那我希望。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啊，这也是2019年可能我对我自己的期许。那也很怕说，希望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看到这个影片，然后我会觉得说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参加这个东西真的太棒了。然后我今年真的没有，我有点想哭怎么这样？就是没有，就是可以对得起自己这一年。对，天哪，怎么会这样啊？车内空间真的是又不一样。车内空间真的一个，车内空间其实很安静，对啊，超棒的。然后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对这件事情侃侃而谈，真的超美的。真的，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成长啊。我觉得，因为其实后来我们在聊说，就是其实这短短2个礼拜，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只能跟感情有所牵扯。那可是人与人相处，你跟主角也是感情。
就是石头、洪思雨、洪立成，他们那个也是感情。我觉得那个有一些很胖很漂亮的东西，然后可是其实他其实有一些念头跟你原本的设定进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他就很美啊，对啊很有成长了。就是这个东西，我可能还要很多时间沉淀，但是我觉得它有按摩到我的心脏，就是尤其在这个礼拜，第2个礼拜，因为我觉得第1个礼拜已经上辈子的事情，这个礼拜很多事情我觉得按摩到我心脏，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真的就是很感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就是有这样子这么幸运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这样。全年要买好吃的。好哦，真的吃开来，我真的希望可以不负众望。但是就是对啊，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天。就是会的，对，很好的 ending。对，然后我要去补个妆，对，你补个妆，你先补个妆，内安内，好，拜拜大家，很棒，等会儿见。哎呀，这个车子发生什么事了？我去买了，我去买。哎 ，Hello， 我买太久了，对不起。辛苦啊！你们必须要来帮我了。把这个切好。其实好像没事做了哈。你要切，剩姐姐那个啊，切这个也要切呢。没有，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计时。 OK， 因为我说我想要30分钟到，所以现在15分。没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那我25分再讲一次哦。好，谢谢。要切吗对，那个也要切，会切哈。 ？OK 的啦。你的表情也太恐怖了吧！你有看到他刚表情吗？没有，他刚表情超恐怖。这里是尖的，这样戳下去，不然你会被压烂，你把它压烂。不太成功了。你会成功哈。很棒，最棒。你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的问题。怎么办？我想要这样对切，然后这样汁可以喷到你，对吧？你可以再无聊一点，没有关系。我这2名先放这里哦，不要踢到，里面有酒哦。这个都不用用。这个就应该就可以不用拿上来。你要开始吃哦？有一点。已经20过了，是不是？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这样？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为什么每次都要搞这种行为？这是小少女讨吃的动作吗？觉得很不可爱。可是我只这样对你。然后呢？我也要一个。是啊。阿大。好，阿大，先不要弄到电线。你就直接倒进去。有要全倒吗？好 ，OK。好，罗乐呢？这里。若琳弄到最丑，最丑。刚才切到手，好痛。对。真的假的？我看。割到。这个也是吗？对啊。已经开吃了。开吃吧，开吃吧。就是这样。哎，好吃的。哎，好吃。它是我人生没有煮过一个6人份。我刚刚自己味道都还没有尝过。我在那边失去味觉，我紧张到失去味觉。你这算是一个直觉派。我是个直觉派。那我想试试看这个面包。哎，好吃哎。很好吃，真的假的？我觉得这奶油，超好吃。我觉得奶油应该很好吃。你吃起来啊，是自杀。对你这个浮夸的演技，你没有听过。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姐姐。姐姐下次再煮别的给你们吃。真的很好吃。还是觉得，哎，这个也太好吃了吧？这是什么奶油？我们喝个酒嘛。超好吃的，对。对啊。哎，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调味它，我真的是
我觉得 cream cheese 只要加了什么东西都超好吃。真的好吃哦，对啊怎么这么好吃啊？因为它就叫做 tartine， 它学起来嘛 tartine。我们是应该进主厨一下，我们轮流进，一人进一次。这是要酗酒的意思吗？要干的是不是？直接进Laura一次啊，快点！要进6次，溜啦！你还是你想喝，所以你想要进6次这样吗？赶快喝。多喝，太拼了，太拼了！谢谢喽，谢谢。感恩赞叹。我跟你说，这个你们要当成水果沙拉吃掉哦。等一下，因为我们切了很多东西。可以了，可以。我都觉得有点少了。你说是水果沙拉吗？你要吃完哦。你看，可是我很少看到你的头发哎。很少看到我头发。那我现在给他今天有抓头发，看得清楚。有没有发现？他今天有抓头发哎，有抓。那你不觉得有抓跟没抓差不多吗？你不知道，你很失礼。你知道今天讲一句很好笑的话，他说他没抓头发很像工作人员，抓到头发很像有抓头发工作人员。你是吗？你知道你会害我被好像奇怪的压力施压，你知道吗？不要理他啦，他也没有特别帅啊。今天呛起来，呛起来。你真的没有特别帅。不要现在是评论别人的外表啦，没礼貌，你们没文化家。他帅，但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帅，就是无聊帅。没有无聊帅，你不要删除别人我。哎，真的不想删除你，我才不会。你们不要吵啊，不要吵啊，真的。算了，没关系，最后一天了。你不要约我去看电影，约不出去就这样子跟我就好。直接爆料，直接爆料，自己爆料。我有吗？不要害羞，不要假装不知道。我是他说不出口，他不忍心。不忍心哦。输了，要输了。不行，我不行用语言跟你沟通了。那你要用什么跟他沟通？那你要用什么跟他沟通？用心。哎，你这样败下阵来。真的输了，输了。大输了。对啊，什么大输？大叔。这样不是受伤了，受伤了。你刚刚讲走心哦，走心哦。你刚刚讲大叔，不是他们2个吗？关我什么事啊？你这是为什么你一直攻击别人？你现在开战场了。你要攻击他。你攻击我，又攻击皇帝。开心也吃不气，开心也吃不气。你是从 S 变 N 是不是啊？你是喜欢被虐对不对？我本来就喜欢被虐。看不到，看不到。之后会下风出来。新年快乐！小心点。我真的是很久没玩这个东西。对啊，他超喜欢玩这个的。我小时候被他烫伤过哎，我就这样白痴用手去捏前面。可是他烧蛮快的，那还可以写字，但是好像对啊，我怎么记得还可以写字？20什么的，2019，我就这样白痴用手去捏前面。接，快接！接！啊，别背！哦，我手接不起来。有，好开心哦！是圆梦哎，完全圆梦。挥手。警察就来了。哎，我没了。可是烧其实蛮快的。很快的。动更不动用。我也结束了。要等它冰。对啊，一直很烫，就是等它冷掉。它现在很烫。这位前2天很尴尬的一个局，然后后来彼此 interview 又讲了一些彼此都蛮好笑的事情，我们到最后等直播那一天就知道了。我都说好话比较多啊。我都会把不要看我，不要这样看我。我等着跟我们一起直播哈。对，然后再把那个敬酒那一招，那个眼神直视对方，你正好可以再表演一次 ，Aaron。没有，什么都没有啦，没有，没事了，没事。没有，我不会觉得前几天的酒局尴尬，我觉得我们这聊得不错啦，聊得蛮好，应该双方都有一些收获了。对 ，Aaron， 你要记得你现在讲的所有话都会把那一天后面的那个后续的全部剪出来。我不会觉得尴尬，我觉得 Laura 不会觉得尴尬，然后他都没看你啊，没有啦，我们不是在访谈吗？我们应该看前面的。他也没有看前面，他也没有太管任何人，他就做他自己，他看那边。对，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大概29岁上下的，然后所以我们可能会面临差不多的问题，就例如说社会的期待啊，家庭期待可能会差不多的问题，所以那天算是有这个小聊一下这个部分。对。
我终于感受到你说我很官腔这个部分，听着有多好痛苦无聊了。哦，你好无聊，就很想快转。我刚才很想要说 Aaron 时间有限，时间有限，没有了，我觉得然后不要再官腔了。好了，那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要讲的，我们现在先握个手，以防到这个直播的时候喝酒就好了，就这样。我们用这个握手。你有说什么吗？你访谈有说什么吗？我反正我也不记得了耶，应该就是应该还好一些对彼此的心底话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也没有。对，那我透露，我觉得你比较危险。我比较怎样？我比较危险。你死定了，你死定了。那代表我比较真心啊！我一直都说我是这个游戏中的受害者，大家都说要真心，只有到了什么了？从头到尾只有我在真心玩啊。他说昨天玩纸条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写真心话，就最难听的都是他写的，然后之后我知道啊，妖艳贱货嘛。来啦，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只是一个好笑，就是等于说一个反差嘛。第一个印象妖艳贱货，就后面觉得你是一个我忘记我后面写你什么，但这应该是好话，就是应该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你写什么想不起来？你真的那种太伤心、太失望了。这是好笑，但没有想到你自己抽到，然后还要自己讲自己妖艳贱货，这真的是出我意料之外，然后真的蛮好笑的。真的过分。好了，但是你应该也常遭受这种误会吧？就是人家误会。没有啊，我以前不知道啊，哪有人会这样讲我 ？Aaron 说他觉得最近好像自己被孤立了。他说那个祖祖跟 Laura 就一起啊，然后洪立成跟石头还有思雨就一起聊。他进去房间哪里都没有要跟他聊。对啊。我跟你讲，我要澄清，我昨天都上了他的床了，我都坐在他的床上了，我都摸着他的手了，他跟我聊个天，他在干嘛？听 Guns N' Roses 的音乐，耳机我放下来，有没有？你哪有？没有啊。摸着良心，摸着，你摸着，你摸着。我们去这边，去调录影带。阿佩在听什么东西？我来找就是餐厅的菜单啊。什么餐厅？你给我冷静下来。点个什么 Ombre 之类的。我可以点那个，你要不要跟我去买个喝的，培养一下感情啊？现在吗？对啊，我们不是以后要一起直播啊？我们哪有一起直播？我们不是要一起直播？你干嘛那么怕？你怕屁啊你？你要那么怕？还报名费什么意思？E 跟 F， 第一个 E， 第二个 F。应该吧。你跟我一样哎。一样吗？我们心灵是一点通吗？我们就是成熟的。他手又躲起来呀！天哪！你不给我碰一下吗？哎 ，OK， 太伤人了，太过分了，太伤人了。哦，这个这个都不跟我。不是为什么要这个啊？这是什么意思？他抱着那个枕头。不是啊，他这样子。对。不是，这是真的。当下状况是我就是在听音乐，然后你就用那种敬酒眼神这样过来，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可怕，我不知道你要干嘛，所以我就随手抓了枕头，我觉得有点没安全感。想说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嘛，你看敬酒眼神超。你怎么那么笨啊？哦，你要跟人家施出善意，你不要用敬酒眼神，那这给人家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为什么？敬酒眼神是我跟你讲，这个才是有礼貌的反应。不是我知道，但我觉得那是就是在工作场合上，你跟工作伙伴是谁？有点结巴。在工作伙伴就是在敬酒的时候这样 OK， 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平常在很休闲的时候，就是这个眼神就是先不要了。为什么这个眼神？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他上一次一直跟我解释说，立成，虽然我很常找思雨，但是我真的对思雨没有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到眼里啊！你这是对他有意思，但不可能的啊！怎么？对不起。不是。然后我只是在情敌这方面是没有把你放到眼里的，但是在跳舞方面、音乐方面，我是有把你放到眼里的。OK。你们是忘记寝室还有第三个人啊？对不起。对呀，你每次不太理我们，觉得有点孤单。你都不太理我们啊，不太理人。你自己到床上就这样子。我哪有不理你们啊？有吗？有时候我也会跟你尬聊一下，但你后来聊到后面好像都不太理我了。不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聊下去。有时候会觉得我好像是笨蛋，是这种感觉不太理我。这样就不行，怪我们不理你啊。没有，所以但我的意思，我还是要找我聊一下，就即便很难聊，还是要跟我聊。有，我今天试着跟你聊健身，跟你聊高蛋白。
没有，你是很怕我吃你高蛋白，你没有在跟我聊高蛋白，你是很怕我吃你高蛋白。我有怕你吃，我都只吃2匙。没有，我有说你吃没关系，虽然我心很多。对，你就说这样你是我室友份上，我还是给你吃1匙啊。你这样讲谁敢吃啊？而且我第一次问你的时候，你还说你会吃很多吗？我才跟你借个1次2次而已。50，今天石头如果要吃我高蛋白，我绝对拒绝他，你知道吗？但是因为你问我才真的给你吃，你知道吧？不知道，因为石头太好欺负了，他感觉比较容易被拒绝啊。那你感觉又是比较凶一点的，所以我不太敢拒绝你。好，我跟你讲，真的比较常，请苦主说话。我真的比较常在男生房间，我都坐在男生房间的中间的蓝骨头上面，然后我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陈伟安他其实真的不屌其他人。我坐在那边的时候，然后陈伟安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听？”然后他就给我1只耳朵。哦，我们昨天见证这件事情，想要跟他那个碰手指之后，他就把东西分给他了。哎，真的。真的。害羞，是吗？你们昨天如果这个样子就好了。昨天怎样？就这样子啊。而且马的一直说什么手伸出来我没有接过去，靠背我哪知道啊？你的眼力呀，眼力。什么东西？他一直说什么他手都放那边，然后我为什么不去牵他的手什么的？你干嘛不去牵他？我现在就一直放在那边，我是一直去撩你，我一直去摸你，哎。有吗？有啊。姐这么牺牲啊！我跟你讲，我整个喝完酒之后，我整个酒劲都上来了。好啊！王哥，你这样太偏心了啊，这不会救人哎。好，随便。我把一个妹，我还是会跟其他女生聊天的。你这样子，没错，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能够怪石头还有黄立成，真的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啦，这个不是啦，这个他只对你一个人而已啊，对不对？把妹也不是这样子啊，把妹也要跟其他人是有枪口朝外吧？啊，枪口要朝外吧？枪口共同敌人对吧？共同敌人在那边。知道放弃沟通，欢迎回来。哇哦，要说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好，欢迎回来。没有，这是一个习惯了。习惯。对，爱说不说都行。赶快回来，上厕所都回来。现在已经回来了。是。但是刚刚好像，哎，为什么你有披萨？哦，我去外面偷的。他永远都不一样。我去外面偷的。自己偷点披萨，没水准。一回头想说在聊天，马上看到有披萨，偷偷的去外面拿了一下嘛。哇，感觉如何？今天直播直接看，我有好多话想讲哦，可是他们都在这里，就尽量讲。哎呦，刚刚那个影片，他们每一个人都火力全开了，怕什么？对呀，刚刚真超好笑，跟以前都不一样。从哪里讲起？要从最前面吗？没有，我觉得这一集的重点真的就是姐姐跟皇上。姐姐跟皇上没有，我觉得思雨也是。你可以表演一下敬酒的眼神吗？就对着镜头。我们让他表演一下敬酒的眼神吧。没有，我们先看一下原版。哎呦，等一下，好。姐姐啊！因为他那个，我跟你讲，他那个就是让你要点一下，然后看完喝完，你眼睛要一直盯着人家。阿明的脸呆掉。没有，我呆住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反应跟石头一样，这是他怎么喝？我瞬间变成一个石头，你知道吗？怎么把我的饮料这样子喝了？我要不要给你棉被？哎，这一集我好想送石头棉被。真的，他扮石头还真像。哎，你的绰号真的是这样来的吗？这石头真的有成长啊。对啊，阅读空气，就是他很懂得什么时候该把自己隐藏起来。对，没错，而且他隐藏得非常好。对呀，哎，姐姐，你那个眼神这样不行。姐姐，你在看什么？你刚刚很皱眉头的往前在看什么？还看聊天室啦。你那个眼神，我真的会吓到人。我跟你讲，我们在欧洲就是要这样，办7年哦。会有7年的 back sex。对，但是不用到这样吧？对，我改。对啊，因为你刚刚的那个状况是这样哎。对，这样子有点恐怖。太有杀伤力哈。对啊，这样男人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满足你，因为啊，你那种眼神的干嘛讲假就挡剑呢，对吧？没有，都是你啦。哎，那你们要模仿一次。但可以先讲，因为 Laura 眼睛真的又圆又大，所以可能一般人做也不会有这种效果。嗯，就会变成这样，就是很来不及了。对呀。可是那天晚上出去喝东西，你是不是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你刚刚在表演 rap。在影片里面，你那个一口气你没有换气，你就是一直讲。那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刚刚看到才发现说，原来我好像气还蛮足的，就平常我在运动之类的，肺活量蛮好的。那一段真的感受到你的焦虑，因为那天应该是因为我那几天也有，就正好工作也比较累了，
对，然后呢想说，因为我们之前想说，我们可以去喝个酒啊什么的。然后那天我想，怎么到晚上都没有消息？我在群组里面问了一下，然后他说他也忘记，我说，那是不是就不用去了？后来殊不知就是还是要去。我想说，就是这么早就不要去，这么委屈了的，没有，不是委屈，那天委屈吗？没有委屈了，怎么会委屈？很开心啊！我们就赚了500块。对，500块，早知道就是直接就狠一点，就说1000块这样，赌1000。对啊，虽然说我就是因为后来那500块是他拿去做我们隔天的晚餐，这样的话我们晚餐经费又多500块。他那天做的晚餐真的超级好吃，真的来不及了，突然。真的。但你不要转移话题，干嘛要转到晚餐呢？我问是不是很焦虑？那如果他煮的晚餐很好吃，但是还是那个眼神，你会不会喜欢？哎呦，我还是会觉得很好吃。好回答，还是。那他的眼神你喜欢，还是思雨的眼神你喜欢？哎呦，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因为思雨的眼神都比较无辜一点。对，没有，因为其实可是我记得之前我也某几次会发现，就是他用这种就是会一直盯着你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受不了，就是说，你不要再看我或什么。所以我后来发现是我自己的问题。你看皇上单身是有原因。那你喜欢女生怎么样？你会比较觉得 OK？如果要撩你，你喜欢什么方式？撩我没有，就自然就好了。我比较自然派啊，自然路线。自然是什么嘛？自然。你要举例啊。像刚姐姐在房间里面那种太，他那个就是太主动，没有了，硬要跟你这样子。对啊，我不懂。那可以，我们完全等不到。现在来。自己我喜欢。可以了，现在一下吧。一下吧吧。触电。没有，他的表情不是触电，他现在有点嫌弃我。对啊，看那酒他生气了。我看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你看已经过了，没有啦。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现在大家都这么好了啊，现在都过去的事情，我们都有成长了，我们都有十足的成长，对啊。你不要这样，我们都有成长。被俘啊，被俘了。可以啦，可以。没有，就是现在看就是过去的事情。你不要再解释了，我觉得你就停在这里。对，不要帮你可能又要讲一大串。我觉得你解释一下这个黄魔 CP 的部分。我也觉得，我觉得大家观众很想要知道这件事。真的，连我们大家都，连我们内部的小伙伴 CP 的组合。对，我们这是黄姐 CP、黄魔 CP、魔子 CP。不同的 CP， 解释一下好不好？我连内部小伙伴都在怀疑他们两个在一起。对，我们给你们个机会。现在吗 ？Yes， 都是他个人啊。那你们除了录影之外，上一次最近一次碰面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碰面是好像是在我店里吧，因为他来店里找我。什么时候？好像2个礼拜前。是你叫我去你店里找的。是吗？2个礼拜哦。哇塞，你叫他去你店里，你又约他看电影，然后没约成，然后约出国。等一下，有约成了，有约成了。对，好，等一下。你说，我皇上真的是超下流的。你先说，我再解释。他的把妹真的是太下流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怎么说下流？最后一天我们杀青啊，然后我们去喝杀青酒的时候嘛，然后最后我跟皇上还有姐先走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在电梯的时候，皇上就突然间用一个很沉重语气说：“立成，我觉得你真的，你把他当什么？我觉得你真的要想清楚，思雨真的不太适合你。然后我觉得你真的 hold 不住。然后结果隔天他马上去思雨看电影。等一下，照他这个行为模式是合理的，他觉得你 hold 不住，那我 hold 得住，所以我约。这个行为模式是合理的。他要我放弃，然后他自己去追求啊。等一下，当然，因为他要追求，所以他要你放弃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你想想，当一个女人如果她在她床边的时候，她把耳机放到思雨的洞里，你说？等一下，记啊！就耳洞啊！其实很多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小动作，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性暗示。因为我通常对这个比较敏感一点，我那个嗅觉，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谁跟谁有在这个对他们俩。所以以后听音乐只要耳机分人家就是暗示。真的啊！我上次给你，你也不要啊。枪现在我戴着这么大的耳机，他不要。这个擦枪走火，这个我救不了你。孟哲你自己收。搞不清楚。罗拉，我们都是姐姐，对不对？姐姐最会照顾人，对不对？啊？没事，喝啦。
你酒给我，那杯把它改给我。真的，我有嗅觉嗅到，其实我觉得皇上也一直在撩思雨。从披萨来的时候，他就在撩他了。可是还故意说这是蔬菜的，他讲啊没肉啊，那你要不要吃我？没有。没有这样讲啦，没有这样讲，不要再拿枪了，没有意见，把枪放下。为什么你都会有另外的花絮，我们都没看过？有一点都是老式电影里面的花絮。画面，另外一个画面就出来。哎，我是不是有通灵啊？我你跟你讲，你有无？没，真的没有。而且关于那个电影的事情，我真的要让我好好解释一下。你看他记恨记到现在，都过几个月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在电梯里面 ，Laura 真的是很诚心的跟他建议这个事，还讲到就是很真情流露嘛，对不对？对啊。然后我头发都乱了，吓我一跳。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跟他说啊，因为我看他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很在意这件事情啊，所以就是想说以一个前室友的身份跟他讲一下嘛，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也还没约啊，不是吗？是后来才说要不要去看，因为从刚刚讲的是庆功宴之后。对啊，庆功宴啊。对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电影这个局了。哎，但是问看电影上一集就播出，真的很没有外面去电影院外面，对，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都知道实情哎，对啊，我们都知道实情哎，没有真的。你还约他去日本呢？我们都知道。等一下，你还约他去日本？等一下，对啊，你没有约我们，就约他而已。骗人！我们是兄弟，真的是。等一下，出国我是问大家要不要出国？大家的记忆不是这样。 5个人都说你没有，只有你说有哎。他根本没有邀我们大家，你知道那时候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屁啦！ 他怎么把你当？他说 Laura， 我知道你很喜欢去旅游，好，然后呢，你有没有推荐的地方不要那么远的，我们平常都可以去的？他就说他想要去玩啊，叫我推荐，我给他漏等了推荐了这么多之后。 我就听说他约思雨，我想说，哇靠，这个男的会玩。不是，拉下神，真的不是真的。我那时候真的有约，问说有没有要出国，然后都说要工作，不行。然后那时候就是跟 Laura 哥约，他就蛮常出国的，所以我才先问他，感觉他经验比较丰富。我去哪里玩你没有？哇靠！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你开那家甜点店根本就是来把妹的。哎，不要乱说，真的没有。 姐姐活到这个年纪，终于遇到高手。但是呢，我觉得要聊聊那个交心车。因为我发现呢，你们在交心车上说了很多话，都是可能平常不会说。像姐姐一直刚要下车也说：“天啊，这是什么车啊？”就觉得为什么一进来什么话都讲了，然后还讲到流眼泪。说一说嘛，我们分享一下，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去坐那个车。还那个车上的冷气有装什么？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必须跟自己对话，要把自己掏开来，不然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太愿意去面对，是不是？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交心车就是可以，抛开一些东西就直接讲。哎，可是你也真的是的确在交心车上才有讲你在那边说的那些，你平常在我们私底下相处的时候你都没有讲。哦，对啊，然后你还就要默默把电脑借给我。因为我是比较和平的人啊，就是怕会有点尴尬这样子。你刚刚前面1个多小时没有感觉到你想要和平。对，我有觉得。开玩笑。没有，因为我跟都已经熟了啦，就觉得还好，熟了，我觉得就是没有想那么多了，对吧？啊，那个时候是怕可能如果有情敌的话有点尴尬。什么？不要乱想了，没有，开玩笑。对啊，那姐姐你在交心车上讲的一段话，其实我感触很深。就说我们去接受来到生命中的这些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它到最后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对不对？可能原本你这个过程很痛苦，可是你真的到最后发现，哇，好感谢哦！我觉得你说那段话，我很感动。所以我觉得大家参加这个，我觉得就像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也是一开始先看你们之间的相处，但是到最后你透过你们的相处过来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些要改进？真的。但现在其实大家一看到，应该讲说刚刚播出一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第2排的座位怎么样？很有戏。真的哈。那丽子你现在呢？我现在你就这样了。他过得很好啊，他过得很好。你不要再把子弹给人家了。不要再捡枪。没有啊，现在还好。他应该过得不错啦，所以就已经确定了是吧？啊，没有确定，我们也还没看后面，我们不知道啊。
我觉得对，因为今天才第一趴，你们如果把后面都问完了，后面我们已经问到后面了。对我会有点担心，因为毕竟大魔王今天戴了口罩，我们也看不到他的表情。对，所以我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我真的好想知道。对，我觉得那怎么办？我们要继续看的意思吗？可以看吧。可以看。好，赶快看，我快急死了。对，因为我们还有好多问题想问哦。对。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发生的一切的巧合都是真的，实境节目都是真的。就是如果有人问起我，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有太多东西需要解释了，大家会看得一头雾水。对，我是到这边练到这边练，因为我没有在练，我只是无聊，上次朋友教我。对，开，对，好，往上冲，然后再对，随便你，那你就对一样。你说考音你知道吗？啊，你当日文教师、日文家教，你当那种无聊啊，你真的可以当主角。你那个口音你太有诚意了。漂亮的。哎。嗨。我靠！你们是谁啊？今天大家都走黑色系，黑色系。这种服装在 Laura 身上就完全无违和，完全违和，就是我自己的衣服的感觉。我今天是乐团女主唱，为什么形容你穿这样？我不知道哪来的。你为什么没有至少穿个西装裤？你可以穿这样子啊，然后穿个。没有我的 size。没有。你是想说什么是谁？我心里是觉得你很正的。对啊。真的。他们昨天好像小报你要睡着之后你做了什么？他们是很热心的问我们说，我要8号进去房间睡觉。真假的？没有，你要想，如果他昨天抱你进去房间睡觉，你眼睛就不会被稳定，你就不会肿成这样。你们有看到姐姐？你有看我今天早上的照片吗？吓坏，跟小野猫咪啊，看什么瘦的？你是被打吧？看不到吧？他是被打了吧？好肿哦！就是这整块，他那个贪得无厌的文字，他从这边听下去，整个一直。还是那是石头？是石头吧？我没有。是石头吧？不是石头，不是。掉电视机，掉电视机。不要这样子。我没有。难怪你昨天也没回房间啊。哦，没回房间。石头没回房间，保证没回房间。Hello， 大家好。嗨，有喂。哇塞！帅的帅，美的美。你们卧虎藏龙哎呦！哎呦！对啊，上次去吃晚餐的时候，大家都看起来很居家。对呀，穿睡衣就穿睡衣。对。哇，原来都是骗人的。对。好，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大家与社会隔离，我们把你们隔离在一个地方16天嘛。因为一开始大家就是 Welcome Party 那天有跟大家聊天，然后大家讲到说，其实想要来参加这个Co-liv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跟陌生人同居过。这一次大家也是跨出了第一步。真的，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耶，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跟不认识的人，跟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而且你又要真实的做自己，可是又担心是不是某些部分不希望被别人看见，可是又很难，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如果有一个摄影机一直对着你，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换衣服吧。换衣服，对不对？换衣服很难，姐姐就变成要去上头换了。姐姐很没 care 啦，对。那男生呢？生活上有没有觉得？那有没有谁打呼这种打呼到其他人没有？打呼真的是。我要自首，但我第一天我就有跟他们承认说我打呼，已经过敏吗？
可能就是习惯性过敏有点鼻塞的。哦，对，过敏的人比较容易打。对啊，那可没办法。但是他们是睡得蛮好的，应该是。因为我是习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跟阿妈睡，我阿妈也像那种，也这样打呼。对，那你刚睡的时候没有想到阿嬷？习惯了，对 ，OK 的。立成是好像都睡眠品质蛮好的，他都在睡觉，所以他好像没什么感觉。吃得好，睡得好。我是觉得没什么感觉，打呼感觉比较安全感一点。他觉得有人陪。那你们就是属于适合住在一起，对不对？其实就是找到每一个人的平衡点就好了。真的。这16天其实我们呢也有帮大家归类，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拿到一个勋章，然后这个勋章某一个那个叫什么型？是某一个，例如说你每一种类型，对你的类型。经过大家的观察，然后呢，包括工作人员的观察，工作人员偷偷观察我，他们每天都在观察你，不是只有你，对，你不用担心，没那么赤裸，他观察大家。对不起。好，你的是精灵，真的假的？对，精灵，来，这里有一个，我的天哪！你的特质，这个卡片要帮他念一下，原来是这样子。亲爱的，要把它念出来吧？对，你念一下，属于精灵的。你总能活在当下，把生活体验到极致。喜欢别人，喜欢物质上的舒适，很简单的能找到创造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很少让传统和习俗阻碍自己。你擅长运用情感判断、认同及移情他人。总能很快的发现别人身上在发生什么，然后根据别人的需要来做出回应。别忘了有空带我们一起看场电影。是我好气，我没想到大家把我看透透彻，所以偶尔要把自己拉出来看，才比较准确。谢谢大家，哇，好喜欢哦！哇，照片好喜欢，是我喜欢的那张。接下来下一个徽章是 Laura 的。大家的分析蛮准的。就是下巴没有错，就是下巴没有错。然后呢，这里一样是有个大家没有层次的人，大家一眼就看清楚。表示你都一直在照顾别人，大家有感受到。对，感受到母爱。但是呢，夏娃还有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很奇妙吧？而且他是个男的。他吧，石头吧。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可能？但他们说是。噔噔噔噔，欢迎立成。有没有？你们反应跟我一样？我觉得蛮准的啊。你觉得准在哪里？对。我觉得这个内心跟我的蛮像的，只是我比较不会表现而已。我是需要时间才可以慢慢让大家知道的。要多久了？50年，50年。多久？现在做了16天，然后还没感觉到，大概要多久？但是制作单位有提到几点，我倒也觉得你还蛮特别的，就是说，其实你们对于某些地方其实是很细心的。例如说，你会去注意到别人的需求，例如说，你觉得他很爱喝某一家的奶茶，你会特别去排队或者去怎么样，就是那种细心跟用心，其实跟妈妈在照顾孩子是一样的。哦，其实某些部分你的贴心还是存在的。对，我觉得蛮准的啊。我记得你原本是很不喜欢被人家讲说是被照顾的角色，就没想到你是照顾的。终于。要不要以人为本的观察力相当敏锐，热衷于生活里的维持秩序和制造和谐，处理分内事情的时候脚踏实地，不仅记得关于别人的细节，也观察并尊重他人的感受。你真挚地关心他人，热衷于做一些小事来分享你的温暖。好温软，好紧张啊！好软，怎么那么紧张？认真对待自己应尽的责任，通常能熟练地完成复杂的任务。谢谢你，记得要爱自己。哦，这些谁写？其实我是觉得有，你不觉得一样的，照顾大家做也记得。我很常关心你，真的。有。接下来的是领事。所以刚刚大家的分析，维安是领事，果然没错。太准了啦！谢谢。你凭什么？你跟他有什么仇？他只是长得有想法而已。长得有想法。对啊，你念一下啊。你将注意力放在外部的世界，那所做的决定大多于基于价值观，然后以及可能对人造成的影响。
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那也希望理解他人的主张，然后因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尽管有天生的同情心，但你在陌生人前面的羞怯可能会被误认成冷淡。那只有在家人或是朋友的面前，才能感觉到轻松自由的谈话。世界可能不会变得更好，但是你会这样。接下来2个呢，其实也是一样特质的。对，没错，剩下骑士这2个是一样特质。骑士就是你们2个啊。答得好。对，石头。谢谢。那我们来看一下骑士的徽章长什么样。哦，好帅哦！哎，骑士徽章好好看，就真的。不觉得说，你的是什么？我看。哦，这个要魔法杖哎，练一下，先练一下。我会解吧，我也会解。不要怕，好快都念的。对啊，骑士嘛，你热衷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创造秩序，逐步朝目标接近，脚踏实地而负责。生活上追求宁静安全，工作中对细节一丝不苟。不苟哦，不苟啊，总是对未解决的问题不满哦。忠诚、逻辑性、组织力强、聪明而真诚，将分心的事物关在门外，透过尽善尽美和稳定可靠获得成功。别累坏了，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回家。好鸡皮疙瘩。觉得自己是吧？哦，真的好像是这样没错。文案写的蛮好。对啊，对啊，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每一个都写的还蛮好的。好漂亮哦！观察了大家在这个2个多礼拜的生活中，感觉出来每个人的特性是怎么样，其实也是帮助你们了解自己。可能你们现在再回去原本的生活，甚至回去跟家里的人住，可能你们自己或者是你家人也会感觉到不一样。是啊，然后了解自己的特质，你就更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样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生活，多体贴，多包容。今天其实还有准备另外一个 surprise， 太多了，那不要，那我们太多，这个一定要。而且那个酒楼他们之前呢有一个算是他们这里才这边才喝得到的，对，在酒楼这个才喝得到的。哦，我们之前呢有一个室友，他过去的身份是街友大哥。之前在喝调酒，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跟他的生命故事有一点连接。等一下呢，会有一个蛮特别的。我们先不跟他讲，大家先喝看，可不可以猜出来里面加了什么？特调。好难，感觉你比较会猜烟灰。我觉得如果跟街友有关，它应该会让你生命力更强一点。哦，可以。其实就是保利达冰。对，刚已经有人看到了，那我帮你转过去。好酷哦，我还没喝过。好吗？那我们干杯一下嘛。好，干杯一下。谢谢大家。哎，你这个很恐怖哎，什么意思？这杯很浓哎。哎，酒杯越清晨心越黑哦，我跟你讲，越清晨心越黑哦。那越社会的话，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城府越深。越腹黑，越腹黑，好准，腹黑。哎，其实蛮好喝的，其实蛮好喝的。对啊，对，有一个香气，有个香气。它有点类似我们早上会喝一杯咖啡的概念，就是它是提神的一个饮料，就是跟那个蛮牛的感觉有点类似，有点提神的。好，那其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算就是让你们，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回到自己的生活。当然，我相信呢，彼此还是会互相联络。可是大家在忙各自的工作、各自的学业，然后忙店里的事情，又找一个时间6个人凑在一起，可能真的要像这样坐下来大家聊天，没那么好约。接下来就想说把时间留给你们，也希望大家离开这里之后呢，可以继续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做自己，然后更爱自己。好，加油！那大家就慢慢聊。谢谢，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祝福大家。来，让大家来讲一句福气。没错。对啊。哎呦，好好享受啊！You'll find the one you
第16天3支酒杀青。站在教室走廊的尽头，告别前细腻的夜晚，我回忆那时光。翻开书桌，打开抽屉，慢慢自己告白信封，随身而过。牵起你的手，时空的倒流，打开永不停止的回忆。你顺着风走过你我之间，那爱的水平线也不过的终点。想着你，爱上你的滋味，牵着你的发香，走过的纪念。青春离去的泪，慢慢流下眼泪，听见花给我遥远的祝福。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还有5分钟。热吗？有热吗？点尴尬。怎么了？前面怎么啦？怎么了？前面怎么啦？怎么了？IKEA 的员工都累了。美国麦当劳，美国麦当劳员工都累了，IKEA 美国夜市麦当劳，IKEA 眼袋都出来。美国麦当劳员工对。这一下到这里结束了哦，16天，谢谢大家，就是我们一起住在这里16天，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给就是彼此的对话跟交流的成长，中间大家都有成长了非常多的东西，让我们学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经验，谢谢大家，谢谢。All by myself, you pulled away, you couldn't say what we were struggling with. 哇，有泡泡。哎，历程其实你唱歌也不错啊，哦，真的吗？但你太害羞了，没有唱出来，对不对？你要教他。对啊，不是我那一天去的时候，一直希望你可以表演一下，结果你那时候一直太害羞。对啊，因为对唱歌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啊。对啊。唱可以自信一点，声音还不错啊。对吧？那就好。所以那个算告白吗？刚刚？算是小告白啊。小的告白啊。那你刚刚看到那个影片，你一跟他对到眼，他就转走，你的感觉是？哦，就差不多就睡了一半而已了。那有成功吗？思雨，他那样唱歌，你有感动吗？感动啊。感动，但是没有心动啊！心动跟感动是两回事。哇，全睡了，真的。我现在全睡了，刚刚一半，现在全睡了。刚刚一半，现在全睡了。他全睡了。对啊。哇，就是这样。但是很谢谢那个唱歌的部分。没关系啊，不用补了。可以的，可以的。皇上看起来很开心，皇上满意的笑容，满意的笑容可以就说你罩不住了吧？不是啦，我觉得大家很可爱啊，就是在看这种状况，我觉得很可爱。可能有人真的心动，然后告白，然后有人就是心里有些话，然后没有讲，然后可能就是这种尴尬的场面会觉得很有趣，蛮可爱。再关了，再关了。没有，我说真的啊，真的。我姐姐现在已经完全对皇上就是强势直接你大开特开，真的。我才不来你这套。你现在态度也差蛮多，刚刚影片里面也是差蛮多的。姐姐火力全开，已经完全找到自己。不要这样，我们结束之后还是朋友吧，还是朋友。怕啦。我觉得没有。那时候最后晚上，我们大家都在客厅，然后不愿意回去。
不想睡觉。前一天晚上，对，前一天晚上就是前一天晚上。对，所以你们那天你们在外面待到几点？好像蛮晚的哦2-3点，2-3点。对，那聊了蛮晚的，想最后一个晚上，然后玩游戏玩。对，还有玩游戏啊什么的。对，就是联络感情。对啊。哦，所以那晚有疯狂的事吗？那晚吗？有那天好像算是有，因为大家都就是有蛮开的，然后就也熟了嘛，然后也觉得说最后一个晚上有点不舍。对，那怎么开法？怎么开法？那个石头好像有些日语教学。对，我们刚刚看到什么卡哇伊那个蛮厉害的。好，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有卡哇伊这个事情。就是我戳他最痛的地方。我那一群人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有一阵子很喜欢模仿那个坏人讲话，然后我就一直用坏人的口气去讲一堆很废的日文，比如说卡哇伊。你根本是色鬼，什么？我觉得你不是坏人，你就模仿痴汉。对啊，就是模仿痴汉。朋友之间就很喜欢一直模仿我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每次讲话讲一讲就觉得我很好笑，就是卡哇伊，然后就这样全部都。对啊，这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们都会这样子玩。对，石头讲的是真的蛮好笑的。那姐姐，你为什么要靠醉自己？你是觉得？因为我就天生酒量非常的差。哦，没有，我们那天在玩游戏，然后姐姐有一直输。就你们玩的是什么？一样国王游戏玩到挂，就是我们想说不理摄影机了，就是管他去死，就大家就是玩起来。对，就是是一个真的玩起来。然后所以 Laura 就是可能不知道是惊吓过度，还是觉得太想要忘记这一切，把自己灌得很醉，然后就直接倒在沙发上。还是你被皇上拒绝？没有，但是我觉得被皇上拒绝没有啦。眼神但姐姐，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像你刚刚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个偶包啊，觉得放不开，是不是？我真的觉得你就做自己。我从来也不知道我自己偶包这么重这件事，是到了录 co-living 我才发现这件事情。我发现了自己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因为我们烦恼差不多。啊什么？结果我发现我们烦恼差不多。我觉得大家烦恼其实都是啊，对啊，因为我们都差不多，超在意。我们就是社会化的人类，我们开始在意。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就像我有时候跟他聊，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我这么走不出来，然后他也会说，那你就不要理人家啊。然后我觉得我就没有办法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克服，就包括其实一开始我们也很担心你们几位在网络上看到一大堆突然一下这么多的批评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去分辨出哪些是良心的建议，哪些只是酸民为了骂而骂？其实我们也会蛮担心你们几位，但感觉大家好像适应的还不错。对啦，这些都是我们的情绪导师嘛，说我们好的我们都非常谢谢，说我们不好呢我们就真的改进，对不对？或者是好像也还好。对，那你们觉得，如果你看，毕竟16天，我觉得这是很深的缘分，就是说，毕竟都是不认识的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方，可是却可以这么亲密的住在一起，我觉得这种缘分是很难得的。那这16天，你们有没有就是想对谁，就是说，不管是想要抱怨的，或者要感谢的，或者要说爱的，你有没有特别想对谁说什么？我来这边一定会有很多收获，我都把大家当成我的人生导师，不管是生活上、心灵上还是社交上，我都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值啊。对，那你之前有跟竹竹有一点小小的误会，那你会不会想在这个时候跟他说一点什么？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你可能会今天竹竹，你可能会不知道我的故事是什么，我也要检讨，因为我也不了解你的感受。对，那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我自己有蛮多不成熟的一面啊。对啊，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因为我其实讲真的，我不太喜欢去检讨别人。那因为这次我是真的，因为竹竹真的让我学到蛮多的。那你不懂我的故事，因为我以前也受过蛮多伤害的。对，就像你说你以前有受过霸凌那些。对，那天我听完，其实对，那就是我们两个故事真的有遇到一些挫折。那我们今天又刚好碰撞到，对，所以我觉得，学到很多。谢谢你。握手。对呀，我觉得蛮感动的。那竹竹呢？竹竹对，既然提到你了，对。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孟哲哥有讲一个，就是他说每个人来到
自己的身边都是让自己学习一个可能新的课题或者什么的。那再加上就是这样自己看下来以后，就知道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要改进，然后也很谢谢石头，然后真的是成长蛮多的，谢谢你。很开心住进来后可以跟这么多不同生活圈的人深入他们的生活，然后接触他们的生活，体验到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变成朋友，是住进来以后觉得最大的收获。那我觉得，住这个期间，对我个人最大的改变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原本这个蛮逞强的，就是我不会把我自己弱的那一面呈现给其他人，就即便是身边的朋友。然后就是，但是做的就是，虽然说大家看是短短16天，但是这16天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感觉很久，非常非常久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里面就是好像所有的那种感情的交流或是什么都会加速，都会非常非常快。对我来讲，就感觉好像跟这群人认识很久。我会发现大家都非常的真性情，无论是对彼此，或是我们在聊天或什么，然后也会让我觉得说，好像把自己比较脆弱或是柔软的一面展现给其他人。也不是一件坏事，就是别人也不会因此看到真实的你，然后就真的很讨厌你这种感觉。其实我私底下是真的蛮欣赏皇帝这个人的，对吧？就是真情的告白，对不对？就我感觉你好像是那种可能自己身上有很多责任，但是你都会去面对，你会去处理，你不会把它丢给别人，你也不会丢给家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难做到。那我也很想往这方面走，对吧？所以我因为这个节目吧，让我看到更多事情，是更多正面的事情的。对，不会再是那些我想不到的事情，对吧？就是这个节目对我影响真的蛮大的，算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我真的觉得你变了，真的变了。你现在说的话的那个自信度是你刚来的时候没有的。哦，真的吗？而且上礼拜也没有那么多。我告诉你，意念创造实相。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做得到？是一个有肩膀的人。你相不相信？其实我觉得这个宇宙的一个秘密。完全来自于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可以成为你所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相信你是，你将成为你所是的一切。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非常棒，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哎，我不知道我们节目可以给别人这么大的影响哎。在这段16天的时间内，也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很感谢你们来这边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看到。我们好的那一面跟我们不好的那一面，全部的一面，因为这都是我们。你不需要旅行几千里、几万里，如果你在你现在的生活圈里面，你愿意走出来，你愿意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 you'll see very different things. You'll see very different views because we are all so beautiful. 祝给大家。那今天虽然是第1季的第9集，也是说是完结篇嘛，但是其实到5月底之前都还是会有直播，所以大家还是记得要锁定麦卡贝。没错，是的。非常感谢6位小伙伴陪了我们度过一个。我觉得这一季我觉得是有哭有笑，最幸福又是最美的时刻。不止你们有收获，我觉得我们也都很有收获。对，我们也谢谢大家，就是说这16天辛苦你们了。对，在这中间有开心的，有难过的，但是也因为你们，让我们4位还有这个在电脑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真的是辛苦6位了。好，我觉得缘分很难说，但是真的就是珍惜每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好回去谢谢自己，然后谢谢身边的朋友。5月底之前，每周1晚上8点麦卡贝网络电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